我爸头七，我妈连夜换锁，把我拦在门外骂我丧门星，不许我回家上香。可我弟却在家里疯狂翻找存折和房本，只顾着瓜分我爸遗产。拍什么拍？你爸头七，你这个丧门星不许回来闹晦气。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不能进？你还有脸说这是你家？你都嫁出去了这么久了，姓都快跟人家姓了，还惦记娘家门里这点东西。周磊在里面找什么？阿姨，床头柜那边找了吗？房本会不会在那儿？宁宁，你别急，你妈昨晚才换的锁，钥匙还没配全呢。你发什么疯？楼上楼下都看着呢。房子财产都留给儿子。好啊，爸是6月15号夜里11点46分走的，怎么在6月17日签的字？我家这套82平的老房子是棉纺厂分的，墙皮脱落，厕所漏风。可上个月老陈改摸底通知贴出来后，他一下就成了我妈和周磊眼里的金条。阿姨，我爸妈意思很简单，婚礼可以从简，房子得先定下来，没房我心里不踏实。那肯定，哪能委屈你？宁宁，你当姐的，先拿10万出来，给你弟把首付凑上。我哪来的10万？你少跟我装，你在外头几年了，一个月快1万，吃住都是你自己，能没攒下钱？周磊结婚，关宁宁什么事儿？她不是你闺女啊。正因为是我闺女，我才不能这么坑她。那顿饭不欢而散，第2天我爸就在厂里晕倒，脑梗住院，抢救费3万7千多，是我刷的卡。可我妈在病房外哭完，第一句问的却是：医生这病以后还能签字吗？床头柜最底下。爸，什么最底下？别让他们掀。爸都没了，你们还来这套？什么叫来这套？这是爸自己留的。对，你爸写的明明白白，房子归周磊。你一个出嫁的女儿，不掺和娘家分家产，这是规矩。规矩。我爸住院1个月，白天晚上轮着守的人是谁？抢救费谁交的？护工费、药费、营养针，哪一笔不是我出？那你是闺女，出点钱怎么了？养你这么大，供你念大学，白养了。供我念大学，我那4年助学贷款到现在还差1万2没还完。大2暑假我去超市理货，1个月站到脚底起泡，周磊在家打游戏，你也没说过一句白养了。姐，别搞得像我们坑你，房子给儿子本来就正常。再说了，我要结婚，爸生前最操心的就是这个。他操心你，不代表他愿意把命都搭进去给你填坑。你说谁填坑？遗嘱落款是6月17，爸15号晚上就走了。这字儿是谁替他写的？你爸15号白天就说了，叫你舅帮着写的，17号才打印出来，不行啊？证人呢？你舅、你二姨都能作证。我作证。宁宁，今天什么日子？你非要闹？你爸临走前交代的很清楚，房子留给儿子，养老送终是儿子的事儿。你一个女儿家，别在这个时候争。来，舅，你看清楚，3万7268抢救费我刷的，后面一共1万9的护工费也是我转的。你们谁养老了？那也是你该出的。你爸就你一个亲闺女，病了你不出谁出？听见没有？你是闺女，
闺女出钱，儿子继承，这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？所以我爸刚咽气，你就换锁。我换锁是防贼。行，你们说这是爸的意思，那我就去查。你拿走干什么？怕什么？真东西还怕查？你查可以，查清了，以后也别认我这个妈。走吧，时辰到了，该去送一送姐夫。你就在客厅待着，别进你爸屋。我突然想起了我爸在病床上那句没说完的话：床头柜最底下。这是我去年给我爸买的，他嫌花里胡哨，一直没舍得用。遗嘱公证受理文件，立遗嘱人周建国，受益人一栏写的是我的名字。谁让你进屋翻的？爸让我翻的。你少拿死人压人！妈，村长，你爸尸骨未寒，你就抄家？到底谁在抄家？锁是你换的，抽屉是周磊翻的，打印出来的遗嘱日期还是假的。你们真觉得别人都瞎？你们都来看看，我这闺女回来就翻钱翻房本儿，我男人才走几天，他就恨不得把家搬空。宁宁，先把东西放下，今天头七，别让你爸走得不安生。他要真不安生，也是被你们气的。遗嘱上的日期，敢不敢去打印店对一对？什么打印店？你少张口就来。他就是见不得他弟好，周磊要结婚，他这个当姐的一分钱不愿出，现在房子有点动静了，他跑回来争。早知道养出这么个白眼狼，我当年还不如什么？还不如当年跟着你爸一起，把你送给你姨妈算了。行，你们要脸，我不要了。这个事儿，我查到底。你把盒子放下！宁宁，你去菜市场对面那家素印店问问。什么意思？16号晚上我买豆腐回来，亲眼看到你舅和周磊从那家店出来，你舅手里还夹着你爸的身份证复印件。那家店老板姓曹，原来跟你爸一个厂的子弟，认得你爸。还有，你妈今天不让你进屋，不是临时起意，她昨天就跟楼下开锁的老赵打听过，说女儿回来闹遗产，换哪种锁最结实。我知道了，谢谢王婶儿。姑娘，打印的东西多了，我哪记得这个？叶伟，有你家水印。水印是机器自动带的，谁拿来我都打。那我现在报警，说有人伪造遗嘱，警察来了，机器记录和监控总得查吧？老陈这王八蛋，坑死人！我先说好，我就是做生意的，谁知道他们拿去干啥？你把你知道的说清楚就行。你看，6月16晚上8点09，陈国富微信传过来2个文件，让我给他打。第一个叫建国遗嘱改，打了2页；第二个叫中版，也是2页。能看文件内容吗？删了，不过预览的缩略图还在一点。这就是我爸原来那份。80%是，你舅非让我把落款日期调成17号，我说文件里原本就是12号，他说叫我别多嘴。监控还有吗？有，7天自动覆盖，今天刚好第6天。名字换了就行，别的别动，越像越好。还有个事儿，我本来不想说。你说。你爸也来过我这儿，
什么时候？5月12号下午4点多，他一个人来的，后面来了个老头找他，像你们厂里的老同事。你爸让我把一份手写东西打成打印版，打完以后，他问我隔壁公证处最晚几点下班。姑娘，你爸那天走的时候还回头说了句，这回总算能给闺女留个准话了。你最好赶紧去公证处，要是他们那边也动了手脚，你光靠这段监控未必压得住。我很快来到公证处。您和周建国是什么关系？女儿。受理记录有：5月12号建档，5月14号补材料，5月15号预约面谈，5月15号晚上周先生程序没完成。那他来公证的内容能查吗？周建国我有印象，棉纺厂退休工人对吧？是的。请。你父亲来过2次，第一次自己来，第2次带了厂里的老同事老李。他问得很细，问婚后女儿算不算法定继承人，房子要是拆迁，遗嘱能不能管到安置利益，如果家里人反对，公证是不是更稳妥？法律上，夫妻共同财产那一半，你父亲不能全做主，所以他想处置的是他名下的份额，受益人写的是你。他还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闺女从上大学开始就没花过家里几个钱，这几年我住院吃药，倒是他一直在填。儿子我也疼，可这房子再不给他留句话，他一辈子都得吃亏。那程序没完成，这份文件还有用吗？能证明你父亲有这个意愿，谈话记录、申请材料、你父亲的亲笔草稿，我们这边都有留档，真打官司能用上。可你想单靠这张文件就把房子直接定下来，不现实。家里已经开始办拆迁相关的材料了。他们还伪造了遗嘱。那你得快点。今天一早有个中年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来咨询过，说家里女儿自愿放弃安置权益，问街道那边怎么走程序更省事。那个男的还拿了一份已经签好字的家庭内部安置分配说明复印件，签名是你的名字。我没签过。你没签过，就立刻去街道老城改办公室提异议。材料一旦收进去，后面就麻烦了。周宁，你父亲5月14号补材料那天身体已经不太好了，他出门前在接待台边上坐了很久，反复确认一句话：只要我闺女回来，这些东西就不能算白留。宁宁，差不多得了，头七还没过就满城跑着查你妈。老人刚走，别逼得你妈没活路。你还真追到这儿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要提异议。周建国是我父亲，这套房的安置和遗产分配有争议，对方提交的放弃声明不是我签的。徐主任，你看见了吧？他就是来闹的。他爸才走，他就逼着弟弟没处结婚。我们家就这么一套房，儿子不住，难道留给外姓人？就是，房子留给儿子不天经地义吗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有房子留给外姓人的？就是，一个外嫁女和儿子争房子也不嫌丢人。我是不是外姓人，不是你一句话算的。我爸病了1个月，谁在医院守着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你们交上来的材料有假，我现在要求暂停受理。这签名不是你的，那字还真像我写的，不是纯模仿，像是从我以前签过的材料上直接裁下来拼过去的。怎么不是他的？他自己以前签的字儿，转头就不认。徐主任，你评评理，他这是看房子有拆迁补偿后悔了。姐，你别太过了。爸生前最疼我，这房子留给我有什么问题？你都嫁人了，苏州有家有口，还回来薅安城这点东西。你说爸最疼你可以，你把6月16号晚上8点13分在安城速印打印这份遗嘱的事儿，
也一块儿跟徐主任说说。什么打印？这份遗嘱的打印时间在我爸去世之后，打印店有监控，有记录，公证处也能证明我爸5月12号申请的是把他名下份额留给我，不是留给周磊。你们今天要是把这份假声明收进去，我下午就报警。你报警啊！你把你妈抓进去，我倒要看看你以后还有没有脸做人！都别动手，这里不是你们家厨房！你个贱人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宁宁在外头有日子过，房子给周磊吧。你听见没？周宁，你爸都发话了。就是宁宁，死者为大，别再闹了，差不多算了，别把你妈逼死。一个外嫁女和儿子争这个，传出去不好听。听到没？别以为你拿几个伪造的材料就能蒙混过关，想和我儿子争夺家产，门儿都没有。真没想到宁宁心计这么深啊！为了点遗产，居然还伪造假冒材料。平常看着挺孝顺，没想到原来是为了这个。不对，背景音不对。我爸说完给周磊吧这几个字后，尾巴上跟了一声很轻的滴，这是剪辑过的，后面还有话没说完。宁宁，你赶紧回来！你妈他们找了2个男的，正在撬你爸卧室的床板，床底下好像真藏了东西。谁让你回来的？谁让你们拆的？你们家自己花200块叫我来的，跟我横什么？这是我爸的床，你不是说房子是你的吗？这么急着翻，床底下有金子。姐，你有完没完？给我！姐，你别乱来。乱来的不是你们。宁宁，别再替磊子还了，他欠的不是彩礼，是赌债。2023年9月，替磊子还花呗12763元；2023年12月，替磊子还速达金服5万元；2024年3月，刘春莲瞒我借荣哥20万元，说是给磊子订婚房，磊子外债共计46万8千元，对方要拿房子未来补偿做底。我就说你家前阵子总有人在楼下堵门，原来是这个事儿。你胡说八道！这是爸写的，你有本事当着邻居的面说这是假的。我命苦啊，男人刚走啊，儿女就要逼死我啊！手机里有原件，别在家里放。那是爸留给家里的东西，你凭什么拿走？凭你刚才拿撬棍拆床，你要不心虚，急什么？是，我帮你弟借了钱，那又怎么了？我是他妈，我不帮他谁帮他？他要结婚，要有房，要过日子，我不替他谋，难道指望你这个泼出去的水？所以你就拿爸的房子填，房子本来就是留给儿子的，你一个闺女，这几年给家里点钱，你就真把自己当债主了？我生你养你，你还想让我给你磕头？我没让你磕头，我只是不想再给周烈还债。我那不是赌债，那是什么？安城棋牌室借款8万，速达金服逾期3万6，荣哥周转款20万，约定以棉纺厂家属约拆迁补偿和回迁指标优先抵购，这叫做生意。姐，你怎么能欠这个呀？春莲，这玩意儿你都敢碰？我不签怎么办？你们谁给我钱？你姐夫住院那阵子，医院一天一个单子往下压，磊子又被人堵门，我一个老太太，我能怎么办6月2日，周宁转2000；6月5日，周宁刷卡37268；6月7日，周宁付护工6000。医院的钱谁出的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家老周住院那几天，
我天天在医院门口买菜，宁宁半夜2点还在楼下给医生打电话。你这当妈的就知道回家给儿子炖鸡汤。行，你能干，你有本事，这个家以后你来撑。这个家不是我来撑，是你们把它掏空了。你去哪儿？你拿那个没用，早就都没电了。露馅了吧？你看过这手机？以前在家里见过，不行吗？这老古董还留着呢。能开机吗？得上万能充。群里的录音听完整的。手机相册里没几张照片，录音倒是有10几条。按时间排，最新的一条就是5月13号晚上，文件名还是系统默认的录音。我点开了它。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房子的事儿，今天得说个准话。宁宁在外头有日子过，房子给周磊吧。给一半，剩下一半和回迁指标留给宁宁。他这些年替家里垫的钱，我一笔笔都记着。磊子那个窟窿，不能再拿他填。给他一半，他早晚都是别人家的人。别人家的人也姓周，你别再偏了，再偏，这个家真散了。要是这段视频真让宁宁看见，那估计我这关没过去。宁宁，你别跟你妈硬碰硬，账本你拿着，公证那边我跑过了，没办完也别怕，材料都在。还有，谁让你签放弃你都别签，你弟那个债不是你该背的。你要是想争，不是争房子，是争个理。叔，先歇会儿吧。爸这辈子没大本事，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。能把这2条拷到我手机里吗？能。你爸是个明白人。嗯。周宁，你今天要是再闹，以后我死了也不用你来收尸。大家别信他，他就是拿了几张破纸和一段拼接录音，想把房子抢走。谁捡的，谁自己心里清楚。他们不是亲戚，像是来收账的。姐呢？你不是说今天能把材料递进去吗？你怪我？谁叫他能翻出那些东西？荣哥那边怎么交代？交代什么交代？房子还在这儿，人还能把楼搬走？你就是周宁。家里开追悼会还是开债主大会？你回来干什么？回来听听，你们还打算替我签什么？宁宁在外头有日子过，房子给周磊吧。给一半，剩下一半和回迁指标留给宁宁。这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最会作证吗？现在接着证。行啊，原来你们一家自己都没掰扯清楚。你们内部怎么分是你们的事儿，我们只认协议。20万本金加40万利息，明天中午12点前不还，房子后面的补偿和回迁指标就按这个走。6月7日，我爸6月7号还在市2院身心内科监护病房，右半边身子都不太听使唤，连吃饭都是我拿勺子喂的，他怎么签的？不是你说
老爷子点头了。他是点头了。点头和签字是两回事儿。你们拿着假签字，骗了20万。什么骗？那钱就是先周转。周转到哪儿了？周转到棋牌室还是网贷平台？你们家别跟我玩这个，签名要是假的，协议就是废纸，废纸归废纸，钱你们1分都别想赖。房子就在这儿，又跑不了。房子跑不了，人会跑，可你儿子这张脸，我记住了。哥，你再宽限几天，我这边材料马上。滚开！建国，原件我还替你收着，你家里那边不稳，别往回带。真有事儿，就让宁宁来厂东门找我。你又去哪儿？去把爸真正留下的东西拿回来。宁宁，李叔，我爸的短信是您发的吧？还是到这一步了。你爸住院前1天跑来找我，说家里要出事，怕东西放家里保不住，让我替他藏几天。后来他住院，我去看过2次，他还反复念叨一句：“宁宁回来没有？”档案袋里有遗嘱、房产复验件，还有一张信纸，父亲亲笔写明，房产及拆迁权益全由女儿周宁继承，母亲份额自留，周磊债务不得牵连此房。宁宁，你要是看到这个，爸多半已经不在了，你别怕，也别跟他们一块犯糊涂。这房子我不是偏着给你，我是怕你妈心软，你弟犯混，到最后拿你的日子去填他的坑，不是让你讨，是怕有一天没人替你说句公道话。真闹起来，你就拿着东西去找街道、找派出所、找法院，别信家里人拿都是一家人压你，你一退，他们会一直让你退。你爸还交代了一件事儿，我得跟你说清楚。什么事儿？你爸住院前那几天，其实去过一趟街道办，不是去问拆迁的事儿，是去查你弟名下那套婚房的底儿。周磊名下，他哪来的房子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你爸查完回来，脸色铁青，他说，周磊去年就在城西按揭了一套期房，首付20万，月供3000多。你爸偷偷去查了转账记录，那个首付是你妈从你舅手里转了一道，最后源头是你爸的退休金杠户。那是我爸的养老钱。你爸退休金卡一直是你妈管着，你爸退休5年，攒了将近20万，原来说是要给你和你弟结婚的时候1人10万，可你弟把那个钱拿去付了首付，又瞒着家里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。你爸发现的时候，那套房子的贷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。所以那手期房才是他真正的窟窿。你爸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，我这一辈子攒下的给儿子填进去还不够，还得搭上闺女的。还有，你舅来找过我。什么时候？你爸下葬第2天，他说你爸以前在我这儿放过文件，想替你妈取，我没给。他还说了句，都是一家人，别让外人捡便宜。外人，原来在他们嘴里，我早就是外人了。李叔，您愿意跟我走一趟吗？走。老李，你不是找这个吗？来，当着大家的面找。建国5月12号写的，写完以后，亲手装袋，按了手印放我这儿。说得明白，除了宁宁，谁来都不给。我直接把那封手写信念了出来，每念一句，客厅里就静1分。他防我，他到死都防我。不是他防你，
是你先拿这个家去赌。爸就是偏心。你爸偏心？你爸住院那会儿，你去过几次？总共5次，有2次还是去问银行卡密码。你姐一宿一宿守着，你妈跑回家给你炖排骨，你还有脸说偏心？我也是被逼的。荣哥那边催债，倩倩也催婚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能怎么办？你能去上班，能网贷停掉，能别再装样子。可你选的是拿爸的房，拿我的名字去填你自己的窟窿。还有你在城西的房子，也是用的爸的养老钱吧？什么房子？你是听谁说的？妈走了，爸养老金账户里的20多万付了首付，那里面的钱，一半是爸留给我的嫁妆。什么你的钱？那些钱本来就是留给周磊娶媳妇儿的。那你干嘛背着我爸还有我偷偷买？你不就想着两头都占便宜，就算我爸发现也无可奈何了吗？就算那钱是爸的又怎么样？我是周家唯一的儿子，家里的钱本来就该是我的。结婚买房天经地义。就是啊，宁宁，磊磊是你爸唯一的儿子，传宗接代那是大事儿。你爸在天之灵也不想看到老周家绝孙啊。你一个女孩子迟早要嫁人，要这房子干什么？不如大度点，成全你弟弟。大度？凭什么？建国生前清清楚楚交代，就是防着你们这群人。女孩子就不配有家，这是什么歪理？老李，这是我们周家的事儿。周家的事儿，建国把东西交给我那天就跟我说了，这个家里能替他守住东西的，就只有我老李了。你一个外人，凭什么管我们家的事儿？你拿了周宁什么好处？我拿的好处，就是建国临走前跟我喝了顿酒，红着眼圈说他对不起闺女。春莲，你摸着良心说，宁宁这些年往家里贴了多少钱？你给她煮过几顿饭？我就是啊，这也太偏心了吧！儿子是亲生的，闺女就是捡来的呗。哎呀，可说呢，闺女辛辛苦苦贴补家里，到头来连句公道话都没有。听说周磊那网贷欠了几10万，全是挥霍出来的。他妈倒好，不劝儿子改错，反而偷偷转走老伴的养老金，连闺女的嫁妆都要吞。这做妈的也太狠心了！住口！都给我住口！不关你们的事儿，少在这里多管闲事儿。周宁，都是你故意找来这些人看我笑话，故意毁我。我告诉你，那房子和钱我必须要。你要是敢不给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死？周磊，你连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的勇气都没有，还有脸说死？你挥霍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死？你拿爸的养老钱，拿我的嫁妆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死？我告诉你，想拿我的东西，想动爸留下的一切，除非我死。我们收到举报，说有人伪造遗嘱、伪造签名，冒用死者名义签协议。你们谁签的周建国名字？我再问一遍，谁签的？这事儿我不清楚，都是我舅，是他一手操办的。你放屁！不是你拿着你爸以前签的住院同意书让我照着描，不是你说只要房子下来给我10万辛苦费。陈国富，你胡说什么？是你让我来的。你说宁宁嫁出去了，房子不能落她手里，录音也是你拿来的，让我找人捡。一个个说。别怕，证据够了。签字按手印就行。街道拆迁办已经收到我们的协查通知，即刻暂停你家所有拆迁材料审核，在案件结案前，一切手续冻结。好，谢谢警察同志。周磊还有舅舅作为这件事的主谋被拘留了15天。出狱后，孙倩就和周磊提了分手。倩倩，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？拆迁的事情我会解决的，我们婚期不变，好不好？解决？你拿什么解决？拿你妈偷来的养老钱，拿伪造的遗嘱，还是拿你欠的40多万赌债？我爸妈早就跟我说了，没房不结婚。我以为你家有这套老房子能拆迁，才跟你耗着，没想到你就是个无底洞的赌徒。倩倩啊，你别生气，磊磊就是一时糊涂，房子肯定是我们的。等这事儿过去了，马上给你们办婚礼，风风光光的。你以为我稀罕你家这破房子？我稀罕的是拆迁款。现在房子没戏了，你儿子还欠一屁股赌债，谁爱跟他结婚谁跟他结，我不奉陪了。
对了，你之前骗我说是做生意欠的钱，原来是赌债。我们彻底完了，以后别再来找我，否则我报警告你。我已经找人取消了婚期，对外只说两家缘分不够，你也别再来纠缠倩倩。宁宁，那些人又来了，4个，我看着不对，你千万别回来。开门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姓周的，协议白纸黑字，20万定金，剩下的40万今天是最后期限。你们他妈的以为老子好糊弄？我没钱。房子拆迁的事让街道办给冻结了，你们找周宁要去，他手里有遗嘱，房子现在是他的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拆迁冻结归冻结，钱是另一回事儿。你儿子打的欠条白纸黑字，你他妈还能赖？大哥，行行好，再宽限我们几天。这是周宁的地址，他有钱，你们去找他要去。哼。周宁是吧？找你2天了。找我干什么？你妈说了，房子现在是你的，这笔债该你还。第一，欠条是周磊亲手所写，签字画押，债务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第二，周磊名下还有一套商品房，完全可以卖掉抵债。什么房子？我们怎么不知道？他买房贷款逾期，房子早就被法院查封。你们拿着欠条去走正规流程，申请强制执行，法院自然会将那套房子拍卖前抵债，没必要来找我纠缠。你就非要袖手旁观？那是你亲妈亲弟弟。当初他们偏心偏袒、肆意挥霍的时候，没想过我是亲人。这笔钱，我1分不会出。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立刻离开。如果再来我家门口骚扰、寻衅滋事，我直接拨打110，保留全部录音录像证据，走法律程序追究你们扰民责任。行，你够狠！周宁，你现在方便来一趟街道办吗？你妈和你二姨在这儿闹得挺厉害的。他们又闹什么？你妈说那份放弃安置声明是你亲手签的，还说我们偏袒你，要向上级投诉。她现在坐在办事大厅里哭，围了一大群人。你们街道办怎么回事？那份放弃声明明明是他自己签的，他现在反悔了，你们就帮着改，这不是欺负老人吗？我命苦啊！男人刚走，女儿就翻脸不认人，他把留下的房子他一个人全占了，把我和儿子往死里逼呀！你可算来了，你妈从下午2点就来了，我劝了快2个小时，她就是不走。她说你今天不把房子让出来，她就死在这儿。让他死？你不是要闹吗？我陪你闹。要不要我现在给派出所打电话，让警察来看看？公共场合毁坏他人名誉、伪造签字，够判几年？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周宁，你别太过分，把你妈气死了，你担得起吗？把我爸气死了，你们担得起吗？我爸6月7号住院，6月8号你们就去打印假遗嘱，6月15号他走，6月16号你们就换锁翻东西。我爸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把他的养老钱拿去填周磊的赌债。现在跟我说亲情，你们还有脸？哎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这当妈的也太……哎呦！我说刚才听着就不对劲儿，真要是孝顺闺女，能逼成这样？你少在这儿胡编，都是你的一面之词。是不是一面之词？派出所的笔录、打印店的监控、公证处的文件都能证明。你要现在看吗？好，你能耐，你别后悔。我后悔的事儿只有一件，后悔没早点看清你们。
你也别太难过，这种事儿我见多了。拆迁款一出来，亲戚之间反目成仇的不在少数。不难过，习惯了。宁宁，你二姨刚才楼下跟人打电话，我听见了。她说你妈打算明天去居委会告你不赡养老人。让她告。我收到了居委会的通知，刘春莲以未尽赡养义务为由，要重分遗产，并追溯赡养费每月2000元，还把周磊的欠债说成家庭共同债务，要求我用拆迁款偿还。你妈这是想用家庭共同债务这个说法来突破遗嘱。如果居委会认定周磊的债务是家庭共同债务，那就需要用周建国的遗产来偿还，这是他们唯一的突破口。那该怎么应对？第一，周磊的债务是他个人借贷，没有周建国的签字，不属于共同债务。第二，我们这边有你父亲完整的公证申请材料、谈话记录、亲笔草稿，可以证明他的真实意愿。第三，你要把你这些年给家里的转账记录、缴费单据全部整理出来，证明你不仅尽了赡养义务，甚至远超法定义务。好，我马上整理。5年76笔转账，总额237800元。这些钱，我妈从来没说过一声谢谢，她觉得理所应当，甚至嫌少。宁宁，妈不想告你的。你要是现在把房子让出来，把磊子的债还了，妈马上撤诉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，从你换锁那天就不是了。周宁是吧？你母亲刘春兰昨天找到我们，说你拒绝赡养，还霸占老人遗产。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。进来吧。宁宁，你别怪我们多事儿。你妈这把年纪，你爸又刚走，你弟弟结不了婚，房子又被你拿走了。你要是真不给他个说法，街坊邻居怎么看？他想要什么说法？你把你爸的遗产全拿走了，你让我们娘俩怎么活呀？磊磊天天被债主堵，班都不敢去上了。你这个做姐姐的怎么这么狠心？我只是拿走了属于我的那一部分，周磊的债是他自己活该，我不管。磊子那些债，你帮着还一半，你是他姐。一半是多少？30万。你拿得出？我拿得出。是我10年攒的，不是捡的。你要我拿这笔钱，先告诉我，城西那床期房的20万首付里面有10万是我的嫁妆，你们什么时候还？刘大姐，你之前跟我们说女儿1分钱没给过，这个情况好像跟你说的不太一样，那不是一回事儿。怎么不是一回事？这些年我给家里寄的每一笔钱都在这里了，我爸最后那1个月每一天花的都是我的钱，你们谁来对一对账？刘大姐，这上面的账你认不认？我没让他出那么多，每一笔都有银行转账记录，你不认，我可以现在打开手机银行一笔一笔对。宁宁，账是账，亲情是亲情，你总不能看着你妈和弟弟没地方住吧？爸的遗嘱写得清清楚楚，我妈的法定片额归他自己，我没动。他住这儿，我不敢。周磊有手有脚，他自己欠的钱自己挣去。可那些债主天天堵门，我们娘俩现在连家门都不敢出了。宁宁，你从小就有出息，算妈求你了，帮帮你弟吧。那是他自己借的，不是爸借的，不是妈你借的，更不是我借的。你们要帮他，拿你们的钱去帮，我的钱要留着给我爸重新立碑。周宁同志，我们初步了解了，这个情况不属于拒绝赡养，是家庭财产分配纠纷，建议你们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刘大姐，你要是确实生活困难，可以申请低保。我不要低保，我要他给个说法。说法给了，爸给的，我给不了更多。建国，你狠，你临走还留这么一手。我跟了你30年，你就这么对我？爸没亏待你。我也不是心狠，我就是怕磊子出事，他欠那么多，
那些人真的会打死他的。那你就让他自己扛，他30岁了，不是3岁。你不让他扛，他一辈子都站不起来。妈，荣哥的人又来了，说再不给钱，明天就去我单位闹。那怎么办啊，宁宁？妈求求你了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姐，你帮帮我，就这一次，我以后肯定改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赌了，我去好好上班，我求你。你上次说这话是什么时候？去年过年，我帮你把花还了，你说改，不到3个月，你又借了苏达金付。6月爸住院，你在棋牌室；7月爸走，你在签假遗珠，你要改，什么时候改？你们走吧，钱我是不会给的。很快，法院依法作出财产保全裁定，最终判定，父亲名下1半房屋份额、拆迁补偿及回迁权益全部归我所有，母亲的1半产权由他自行处置。我记得毕业的时候，爸给了我一个3万多的存折，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没想到这都是他省吃俭用，一笔一笔给我攒的。那天之后，我整整1个月没跟家人联系。王婶偶尔发消息来，说周磊被追债的人堵在了单位门口，闹得整个公司都知道了。都来看看啊，这家公司有人欠钱不还，这种老赖就在这儿上班，你们单位也敢用？你进公司的时候怎么说的？无不良债务，无违法记录。现在债权人堵到公司门口，公司的声誉你担得起吗？王总，我马上处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财务把这个月工资结了，今天之内办完离职手续。公司不养老赖。别磨磨蹭蹭的，这套期房早就逾期查封，能帮你走私下抵债流程，已经是给你们面子。签字画押，2清。能不能留点尾款，哪怕几万块，给我们留条活路？哼，活路？你们欠钱的时候怎么没想过给自己留活路？这套房子抵够40万债务，加上你那拆迁款还上利息，1分多余的钱都没。妈，真要签吗？这房子是我唯一的婚房，没了它，我以后怎么结婚？10分钟，最后10分钟，不签字，直接走司法程序，后果自负。妈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住了30年的地方，终究还是要走了。你爸要是还在，怎么也不会让我们落到这步田地。豆浆热乎的，油条现炸的，3块钱一套，大哥来1份。哎呦，这不是以前住棉纺家家属院那家吗？听说儿子把房子都败没了，现在娘俩租房住，可怜哟。可不是吗？听说原来有个闺女被这当妈的伤透了心，现在不跟他们来往了。你说说，儿子养废了，女儿又不认，这日子怎么过？宁，宁宁，今天怎么想到请我吃饭？李叔，拆迁款下来了，爸的那份加上我的那份，一共126万。我想请您吃顿饭，谢谢您帮我守住爸的遗嘱。谢什么？那是你爸的心意，我只是帮他保管几天罢了。钱你打算怎么用？我想给我爸重新买一个墓碑，好好安葬他。剩下的我想买套小房子，不靠别人，
不被惦记，写我自己的名字。好，这才是你爸想看到的。宁宁，你妈那边……我今天看见她了，在菜市场推着早餐车卖豆浆。她去摆摊了？头发白了一大半，瘦了不少。周磊和她一起给她打下手。那你怎么想的？没什么想的，这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，后果就应该他们自己承担。而且爸的仇我没忘，我不会报复他们，但我也不会原谅他们。那要是他们主动来找你呢？毕竟是你亲妈和亲弟弟。找过了，周磊来公司找过我2次，我没理他。我妈给我发过短信，我没回。你爸临走前跟我说，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他说你这个人心软，怕你被人拿亲情绑架，一退再退。现在看来，他多虑了。不是我变狠了，李叔，是我明白了，有些人你越退让，他们越得寸进尺。与其等着他们良心发现，不如自己先站起来。说得对，你爸要是还在，也会支持你这么做的。我给爸选了最好的墓地，烧了他最爱看的故事会和他常抽的红双响香烟。我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，守住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份爱。爸，我没钱。宁宁，你爸在天有灵，终于能安心了。李叔，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根本拿不到爸的原件。行了，建国，你闺女有出息了，你那份心没白费。宁宁，走吧，让你爸歇着吧。姐，咱俩真要闹成这样？不是我跟你闹，是你拿我当路走，走塌了，才想起韩姐。姐，那人谁啊？来找了你好几次了。亲戚，不熟。爸，我一切都好。拆迁款我存了一部分，剩下的买了属于自己的小房子，终于有了真正的家。我没再和妈、周磊他们联系，他们现在靠自己过日子，虽然苦，但总算学会了承担。我知道你希望一家人和睦，可有些伤害真的没法原谅。我终于明白，父亲留给我的从来不是一套房子、一笔拆迁款，而是挺直腰杆争公道的勇气，是不被亲情绑架的底气，是好好爱自己的初心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在工地好好上班，戒了赌，欠的钱慢慢还，再也不惹事儿了。知道错了就好，好好过日子，别再让妈操心。姐，我知道以前我混蛋，妈也糊涂，伤害了你，我们不求你原谅，只希望你别再恨我们。我不恨了，但也回不到过去。亲情不是用来索取的，是用来珍惜的。你们当初没珍惜，现在也不必强求。宁宁，妈错了，天冷了，照顾好自己，有空回家吃饭。